如说下面这张图，第一眼看上去是一个杯子，但如果你一直盯着这张图，很可能会看到两张脸。明明图片上的任何信息都没有变，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从来都不为客观负责，大脑向来就不是精确的信息处理器。大脑处理信息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人类更好的生存，包括其他物种也是一样，这是长期进化的结果。还有很多。如果神创造了一切，那么谁创造了神？很多人会认为神的存在不需要理由，不是由任何东西创造出来的，神本来就存在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神到底由谁创造的。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史，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，不管在高级的大自然法则，不管在完美的物理定律，只要你一直问为什么，最终一定会走进死胡同，一定会遇到一个无解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甚至已经不是科学问题了，还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。而正是这种局面让人类很焦虑，不知道是人类自身认知局限性造成的，还是大自然本身的问题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比如说，牛顿用万有引力定律诠释了万物的运动，但他没有说明万物之间为什么有引力。爱因斯坦告诉了我们答案，认为引力其实就是时空弯曲造成的。但是如果你继续追问，物质为什么会造成时空弯曲？目前并没有科学家能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即使能给出答案，还可以追问更深层的问题，比如说物质为什么会存在，时空为什么会存在，最终一直追问到宇宙是如何诞生的，宇宙为什么会存在。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任何问题一旦穷其所问，最终一定会走进自己设定的陷阱，这就是一个逻辑上的自洽问题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物质 C 是由物质 B 创造出来的，那么物质 B 是怎么来的？你可能会说是由物质创造出来的，那么物质又是怎么来的？如此不断问下去，自然会遇到逻辑上的自洽难题。也就是说，逻辑上讲，不管人类科学发展多久，总会有一个问题在人类前面，人类永远不会解释所有的问题，意味着永远不会有逻辑自洽的那一天。这也是为什么牛顿、爱因斯坦甚至杨振宁到了晚年，信仰都会有所变化，会信仰宗教，甚至是神。当然，他们信仰的神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格化的神，更像是自然的神。比如说，杨振宁前几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，世界上奇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单纯靠偶然很难产生，所以他相信一定有一个造物主，名字无所谓，但是这个造物主应该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。人们对这种逻辑上的自洽问题很是不安，于是用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试图解释一切，因为这个神恰恰能帮助人类解决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难题，人类科学体系不能解释的问题，一个简单的神就可以解释一切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不管是我们普通吃瓜群众，还是爱因斯坦、杨振宁这些物理学界大佬，对于神的描述一定是主观的，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完全依赖我们的感官和大脑，而人类大脑本身就是主观的，所以人类对于神的任何定义其实都是主观的，根本做不到客观定义。说白了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带有太多的局限性，有局限性也就罢了，我们的感觉还经常产生错觉，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脑甚至还会欺骗我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一定是真实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到世界的真相？怎么可能在客观的基础上去定义神？很多人并不服气，我们看到的世界怎么可能是不真实的呢？大脑怎么可能会欺骗我们呢？以听觉为例来诠释，其实很多人都明白，人类的视觉有时候只是错觉，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。比如有一幅著名的视觉旋转图，这是一张静态图还是一张动图？乍一看是一张静态图，但是看的时间长了，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盯着圆圈中心的黑点，就会看到圆圈好像一直在转动。实际上这就是一张静态图。之所以会看到动图，就是我们的视觉产生了错觉。为什么会有错觉？因为我们的眼睛首先会看到白色和黑色，然后瞬间的延迟之后才会看到其他颜色，才会看到对比度更低的黄色、蓝色，如此就会产生转动的错觉。我们是不可能感知到时间延迟的。还有下面一张图更能说明问题。同样，这也是一张静态图，
但大多数人都会看到是动图，因为图中的黑点的位置好像一直在变动。这种错觉其实就是侧抑制现象。我们的眼睛为了很好的聚焦，视网膜细胞就会增强焦点接收到的刺激，同时减小焦点外面的刺激。当然还有很多视觉产生的错觉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产生错觉？我们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，认为我们是用眼睛看东西的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用眼睛看东西的。有人肯定会反驳，又在这里说疯话，不用眼睛看东西，难道用脚趾头看东西吗？其实人类是用大脑看东西的，人类的眼睛只是一种接收器，就相当于监控摄像头那样。摄像头其实是看不见东西的，需要把摄像头与电脑连接，用电脑来看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读取摄像头接收到的信号。眼睛可以对外界信号进行观察、筛选、取舍、加工，然后把加工好的信号，其实就是电信号，传递给大脑。大脑再将信号转换成人类主观上的感受，也就是看到某些东西。眼睛其实是很复杂的器官，首先捕捉到某个事物的光线，光线之后会经过眼睛的不同部位，比如说眼角膜、晶状体、玻璃体等，打到视网膜上，再经过不同的感光细胞，包括锥状细胞和杆状细胞，继而产生图像电信号，最终把电信号传送给大脑来处理。所以说，眼睛的功能几乎与监控摄像头的功能完全一致，甚至传输的信号也都是电信号。这意味着眼睛其实并没有真的看到任何东西，只是接收到光线之后，把光线经过一定的处理，转换为虚拟的电信号。而大脑是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，所以说人类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人类大脑主观上的产物。之前我讲过有关虚拟世界的话题，就是说如果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能完美模拟大脑接收到的电信号，大脑无论如何都是分辨不出来的，仍旧会认为是真实的电信号。而人类眼睛只能接收到可见光信号，可见光的波段非常狭窄，只是电磁波谱中极小的一部分。理论上讲，任何物体都会发出电磁波，但人类眼睛能接收到的电磁波太少了。而光就是一种电磁波，电磁波根本谈不上颜色，完全没有颜色属性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感知到不同的颜色呢？刚才说了，人类眼睛感光细胞包含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，两者的功能就是处理光强度和颜色，根据光频率的不同转换成相应的颜色信号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再次说明了我们看到的世界真的是主观的，因为颜色的本质就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，而电磁波是没有颜色属性的，所以颜色的定义完全是主观的。所以我们对色盲的定义其实是道理的，因为颜色本来就是主观的定义，也就是说我看到是什么颜色就应该是什么颜色，颜色没有对错之分。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看到的是绿色，就说看到红色的人是错误的，这没有道理。人就不说了，在狗眼里基本上都是灰蒙蒙的一片，没有丰富多彩的颜色，你能说狗错了吗？这里只是举例说明，没有骂人的意思，不要介意。还有，也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解释颜色，颜色是主观的感受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新拼性盲人解释颜色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严格意义上讲，物理学里根本就没有颜色这种概念，有的只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。但是视觉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最重要的器官，有 80% 的外部信息都需要通过眼睛来获取，眼睛接收到的可见光又是电磁波谱中非常小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客观世界很小的一部分，而且不可能是世界本来的客观样子，眼见真的不能为实。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知道世界本来的样子，因为想要知道就需要观察，但刚才说了，观察过程中眼睛的局限性太大了，我们看到的世界看起来是客观的，其实是大脑主观塑造的。人们的其实感官系统的工作过程和原理与视觉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，都是把不同的信号信息传送给大脑，大脑分析出的结果让我们感知到周围的世界。所以下面我们重点来说说大脑。
还拿大脑接收到的视觉信息来解释。人类眼睛接收到的是客观视觉信息，但大脑处理之后就是主观的产物了。举个例子就能明白了，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视觉测试，一张图乍一看是某种事物，但看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事物。比如说下面这张图，第一眼看上去是一个杯子，但如果你一直盯着这张图，很可能会看到两张脸。明明图片上的任何信息都没有变，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从来都不为客观负责，大脑向来就不是精确的信息处理器。大脑处理信息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人类更好的生存，包括其他物种也是一样，这是长期进化的结果。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，这里就不一列举了。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，实验很简单，有一段视频，视频中两支球队打比赛，方便起见，并译为甲队和乙队，而且视频只有短短的30秒。在这短短的30秒时间里，观察者需要准确数出来甲队一共传了多少次球。其实这并不难，只要稍微用心，都能数出来甲队一共传了16次球。但没想到实验者最后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你在视频中看到一只大猩猩了吗？观察者非常坚定地回答，肯定没有大猩猩。而且不止一个观察者，所有的观察者都给出这样的回答。这时候实验者让所有的观察者又重新看了一下视频，这次确实看到了大猩猩在大约10秒的时候登场了，而且是在视频非常显眼的位置登场，同时更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捶胸动作。大猩猩这么明显的登场，还有如此明显的动作，按理说观察者不应该看不到，但事实他们就是没看到。观察者甚至一度怀疑是实验者更换了视频，其实并没有。那么为什么观察者看不到大猩猩呢？简单讲，观察者仅仅关注甲队球员，完全忽略了大猩猩的存在，使得大猩猩好像完全消失了。其实我们的大脑一直悬浮在完全的黑暗之中，非常孤独。大脑周围一直环绕着上百亿个神经元，还有通过感官系统不断输送过来的电信号。大脑只能依靠这些电信号来理解周围漆黑一片的世界。科学家们早就发现，人类大脑每秒能接收到超过1000万比特的信息，如此多的信息量，大脑根本处理不过来。每秒只能处理大约100比特的信息，只占了接收信息的10万分之一，意味着绝大部分信息都被大脑过滤掉了，留下来的信息完全是大脑主观上筛选结果。能够看出，人类感知到的一切其实都是感官系统和人类大脑创造出来的，都是主观的。当然神的概念也是如此，神也是人类主观创造出来的。更何况人类的感官系统其实局限性是很大的，地球上很多动物能感受到的东西，人类都感受不到，更不要说宇宙中还存在不为我们所知的暗物质、暗能量等各种神奇的东西了。说白了，所谓神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无能的表现。正是因为自然界有太多人类无法解释的东西，所以万能的神就出现了，一切未解之谜都可以让神来背锅。我知道这种解释神是谁创造的方式，很多人会不满意。上面的解释只是说明了神是人类想象出来的，不是说神真的是人类创造出来的。所以问题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原点，神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？如果你想要一个从科学角度分析出来的答案，很抱歉，科学无能为力。因为某种程度上讲，科学与神就是对立的。我之前的科普内容中也提到了很多，科学也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罢了，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认知世界，比如说哲学，甚至还有神学等。科学并不能与正确化等号，只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罢了。有人经常会这样讲，科学的尽头是神学，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。科学就是科学，永远不可能是神学。退一步讲，科学也不可能走到尽头的，科学的本质也决定了这点。有人还会说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借此想表达人类的愚蠢和渺小。实际上，这句话不但没有表达出人类的渺小，恰恰相反，体现了人类的伟大。人类何德何能，
能让上帝发笑？如果真的存在人类眼里那种无所不能的神，你认为神的眼里会有人类吗？事实上，如果人类能够伟大到让神发笑的层次，也足以说明人类已经很伟大了，竟然能让神发笑，甚至能够说明人类能够感触到神的某些低级思维了。平时生活中，我们对一些动物的下意识举动会感到很好笑，比如说，大部分动物都不能识别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对着镜子一直狂叫不止，这种举动会让人类觉得很好笑。但我们绝不会一个细菌的举动感到好笑，甚至对一块石头的举动感到好笑。让人类感到好笑的动物，已经表明这些动物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了人类的某些特性，起码是低级思维特性。所以，等到人类进化到拥有神的某些特性，哪怕是最低级的特性，再来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吧。否则，人类连让上帝发笑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竟然大胆到去思考神是谁创造的，这种问题也太不自量力了。我们连神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去思考神是谁创造的这种问题，毫无意义。说点不好听的，蚂蚁会思考人类是谁创造的这种问题吗？蚂蚁连人类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去思考？在蚂蚁的眼里，人类与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区别，而在人类眼里，人类与神的差距显然比蚂蚁与人类的差距更大，所以并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人类眼里的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，神可能就在你我身边，甚至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，感知到他们，但我们并不会认为他们就是神，因为人类的智商和认知完全达不到那种高度，就像蚂蚁无法达到认识到人类是智慧物种的高度一样。那么，如何用科学来证明神不存在？我想提这样问题的人，其实是在变相的诡辩，把一个原本需要自己回答的问题，通过诡辩的方式转移给别人回答。而如果别人回答不上来，那么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。如果科学不能证明神不存在，那么神就一定存在。这种诡辩其实有点不劳而获的味道，就好像我随便说出一个东西，比如说萨克斯基，不要介意这个名字是我随便用键盘敲出来的。我说萨克斯基是鬼死了之后变成的东西，而且我认为这种东西肯定存在。大多数人应该会质疑我的观点，这时我就可以用同样的诡辩术来反驳，你怎么证明萨克斯基不存在呢？如果你不能证明，那么萨克斯基就一定存在。你能证明吗？大概是不行的。但万一你确实能证明也没关系，不正好说明我的观点是对的吗？而我也会高傲地向外界宣布，看到我的厉害了吧，我早就说过萨克斯基一定存在，看到了吧。这种诡辩说白了更像是在扯淡，如果遇到较真的人，估计能把他气死。神的概念也是如此，说白了神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萨克斯基。如果你说神是存在的，应该做的是你自己去证明神为什么是存在的，而不是通过别人不能证明神不存在的方式间接证明神是存在的。这也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种思想体现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是别人不能证明神不存在，也并不意味着神一定存在。你可能还会说，那就意味着神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。看到了吧，这又是一种什么思想呢？无论结论是什么，自己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自己永远不可能是错的。一个东西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，这句话不就是正确的废话吗？说了等于没说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就像有人经常质疑天文学家总是按照地球生命形态寻找外星生命，生命形态可能有很多种，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地球生命为标准呢？在他们眼里，太阳等离子体可能是某种生命形态，光子也可能是某种生命形态，空气、石头等等都可能是某种生命形态。结果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某种生命形态，这不就是废话吗？有任何指导意义吗？并没有。另外，奥卡姆剃刀原理告诉我们，如无必要勿增实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面对两种假说时，选择最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，这就是简单有效原理。用专业的科学术语描述就是，
对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时，只需要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，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，应当被无情的剔除。还拿神这个概念来讲，只有两种结果：一，神不存在；二，神存在。神不存在就是最简单的假说，神不存在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所有争论了，就没有神这种概念了，还争论什么呢？而神存在就是复杂的假说，我们需要了解神到底是什么形态，在哪里生活，长什么样等等一系列问题。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用的累赘，扯得有点远了。下面回到正题，具体讲述一下该如何理解科学的可证伪性。用乌鸦来举例说明。我们知道乌鸦都是黑的，这里暂且假设，不用较真是不是真的全是黑的，即使有白的，也不影响分析结果。但你知道人们是怎么得出乌鸦是黑的这个结论的吗？简单来讲，是通过归纳演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。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，而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。人类认识活动总是先接触到个别事物，而后推记一般，又从一般推记个别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使认识不断深化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，发现一只乌鸦是黑的，两只乌鸦是黑的，三只乌鸦是黑的，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，他们看到的乌鸦全是黑的，当然会得出乌鸦是黑的这个结论。而这个结论其实就是科学理论。得出这个结论之后，人们就开始去验证，看看乌鸦是黑的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正确。多次验证之后，发现真的正确，于是人们坚定认为乌鸦确实真是黑的，也会把乌鸦是黑的当成一个理论。但是在验证的过程中，人们不可能把所有乌鸦全部验证，理论上一定存在一只白色的或其他颜色的乌鸦没有被人们发现。而一旦人们真的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鸦，那么乌鸦是黑的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，也就是说乌鸦是黑色的这个科学理论被证伪了。即便人们永远发现不了一只其他颜色的乌鸦，即便现实中所有的乌鸦真的全是黑的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一只白色或其他颜色的乌鸦。这也是为什么说科学永远不可能被最终证明，但随时可能被证伪。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能反映出你是否真的认识到了科学的本质。假设某天人们真的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鸦，是不是说乌鸦是黑的这个理论就错了呢？理论上讲，确实是错了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但在科学范畴里，我们更应该用局限性，而不应该用错来表达。因为任何人、任何时代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而且有些局限性是永远无法突破的。说白了，科学理论的诞生就是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总结出来的，而人们的生活经验和观察总是会有局限性的，这意味着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局限性。所以我一直强调科学永远没有尽头。一些人认为科学的尽头是神学，说实话我早就懒得对这种观点了。从这点来讲，地心说其实也算是科学理论，因为古人上千年的观察结果表明，地球看起来确实是宇宙的中心，天上的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行，人们当然会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如今我们知道地心说是错的，其实更严谨来讲，地心说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如今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上帝视角去鄙视古人心目中的地心说，这对古人来讲是不公平的。如果剔除你脑子里的一切知识，让你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世界，你也会与古人一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而这也是刚才我一再强调的，科学不能与正确划等号，甚至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一定是错误的。再举个科学上的例子，牛顿通过苹果落地获得万有引力的灵感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说过。故事的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更好地了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。牛顿发现一个苹果落地，两个苹果落地，所有的苹果都只会落到地上。所有人对这种事早就习以为常，根本不会去问为什么。但牛顿突然灵感来了，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，苹果为何一定要落地？为何苹果不会飞到天上呢？这看似一个无厘头的问题，但到底为什么？牛顿还发现，不仅仅是苹果，地面上的所有物体都只会落到地上，
而不会飞到天上。这就像人们只会观察到乌鸦是黑的，而没有发现乌鸦是白的一样。牛顿当然有理由认为万有引力的存在。当然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过程绝不是如此简单，绝不是仅凭苹果落地这个灵感就突然拍脑门想出了万有引力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科学理论诞生过程的理解。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之后，科学家们发现这个理论还真的管用，不仅在地球上适用，在太阳系甚至太阳系之外也都适用。人们当然会认为万有引力是对的，是值得信赖的科学理论，人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万有引力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牛顿怎么能肯定所有的苹果都真的会落到地面上呢？或许真的有某个苹果真的不会落到地面上，而是飞到天上的。这并不是抬杠，只是为了更形象说明科学理论诞生的过程。就像人们看到的乌鸦都是黑的，但并不能保证不存在一只白色的乌鸦一样，不仅仅是牛顿，任何人都无法肯定不存在往天上飞的苹果。而且理论上永远存在一个往天上飞的苹果，这个苹果随时把万有引力证伪。这个苹果的例子看起来有些极端，但真的能帮我们理解科学的本质。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过程其实就很类似。爱因斯坦正是发现了那个往天上飞的苹果，指出了牛顿万有引力的局限性，从而创建了相对论。说白了，牛顿的万有引力其实是错的，但我们不会那样说。严谨来讲，万有引力是有局限性的，因为万有引力理论只是相对论在低速低引力状态下的近似值和特例，本质来讲是时空弯曲。既然是近似值，较真的话，不管多么近似，仍旧是错的。但为什么如此统治我们世界的还是牛顿的万有引力，而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？因为我们恰恰生活在低速低引力世界，牛顿的万有引力已经足够精确了，足够用了，最关键是它还非常简单。而相对论虽然更精确，但太复杂，日常生活中完全没有必要用相对论，非要用的话完全是脱裤子放屁。打个比方就明白了，你家住3某，要把1桶桶装水搬到楼上，桶装水也就几十斤吧，一个成年男性就能轻松扛到3某，普通人也当然会这么做。但如果说你非要花大钱用一台大吊车，用吊车把桶装水吊到3楼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，但又有谁会这么做呢？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科学的本质了吧？科学只是人们了解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并非唯一的方式，科学也并不代表正确。同时，科学研究的是普遍性，而不是个别的特殊性。就像你宣称自己看到鬼了，这种情况就不具备普遍性，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看到所谓的鬼，鬼自然就不是科学研究的范畴。当然，科学也是很讲理的，如果你非要坚持鬼一定是存在的，科学并不一定非得反对，但你需要拿出鬼存在的证据，而不是让科学拿出鬼不存在的证据。说白了，科学研究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或者事实，首先要客观存在，然后科学才会去研究客观存在东西和事实的运行规律，而这种客观存在还需要具有普遍性。说极端点，在科学眼里，没有看见就等于不存在。当然，这里的看见并不仅仅是眼睛看见，利用各种科学仪器直接或者间接看到的东西也是看见。本质来讲，没有看见就等于不存在这种思想，其实就是奥卡姆剃刀的思想，如无必要勿增实体。既然连看都没看见，为何要假设某种东西的存在？这不是自寻烦恼吗？就像为了19世纪末的物理学界，为了调和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牛顿经典力学之间的矛盾，即便发现了光速就是一个常数，但还要假设以太这种概念的存在，以太完全就是多余的累赘，最后还是被爱因斯坦用奥卡姆剃刀咔嚓掉了。而不存在就简单多了，不存在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后续的争论了。其实科学或者说是逻辑学上还有正有不正无的说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只能证明某种事物存在，而不能证明某种事物不存在。其实与我上面表达的观点大同小异，主张神存在的人就应该主动拿出神存在的证据，
而不是让质疑神存在的人拿出神不存在的证据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关于永动机的问题。网络上有些人经常会说永动机不是制造不出来，只是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还达不到制造永动机的高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，更严谨来讲是四维时空。既然存在三维空间，很多人都有疑问，是否存在四维空间呢？四维空间与三维空间到底有什么区别？简单讲，一个是虚构的，而另一个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能感知到三维空间的存在，三个维度通俗来讲就是数学概念里的长宽高，三维空间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能不能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问题，这个维度仍旧属于空间上的维度，而不是时间维度，然后变成四维空间的？刘慈欣在他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面有对四维空间的描述，这里不再详述了。总之，刘慈欣的描述很神奇，但也很难理解。事实上，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描述出四维空间真正的样子，甚至哪怕是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连四维空间是否存在都不知道，甚至都无法准确定义四维空间，怎么可能知道四维空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事实上，不同维度空间里面的生物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他维度空间的模样。虽然如此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用去想象四维空间了。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间接理解四维空间可能的样子。首先，从数学上理解四维空间。数学上对维度的描述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不要说四维了，理论上不管多少维度都可以描述。首先从零维开始，在数学概念里，零维就是一个点，当然这样的点并不是我们随手用笔画的点，因为零维概念里的点是没有大小的，没有体积，当然更没有长宽高，也就相当于物理概念里的物体的质点，或者说起点。宇宙大爆炸瞬间的起点，还有黑洞中心的起点，就是这样一个零维的点。而平时我们用笔能画出的点，不管多小，总是有大小的。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东西，不管再怎么小，都不可能是零维的，都是有面积和体积的。零维的上面就是一维，通俗理解，一维就是一条线，由无数个零维的点组成。一维只有长度，没有高度，当然更没有深度。所以一维既没有面积也没有体积。接下来的二维就更好理解了，简单说就是一个面，就像一张纸，就可以近似理解为二维。但严谨来讲，一张纸不管有多薄都不可能是二维的，因为任何纸张都有厚度，而二维的面只有长度和宽度，没有厚度，所以二维只有面积没有体积。三维就不用多说了，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，既有长度宽度也有深度，这三个维度组成了三维空间。那么四维空间呢？从数学概念来讲，是由四条相互垂直的直线组成的空间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点上只能有三条相互垂直的空间，那么第四条直线在哪里呢？我们很难去想象。对于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类来讲，零维、一维和二维都属于低维空间。我们每天看到的生物都属于三维生物。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低维空间里有没有生物呢？如果有，那些生物会是什么样子的？首先有必要说一下我们所在的三维空间。虽然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里，其实我们只能看到物体的二维表面，无法看到后面或者隐藏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二维。之所以我们能感知到物体是三维的，其实是我们的眼睛欺骗了大脑，我们产生了立体图像的错觉。再来说说二维空间里面的生物，在他们的视角里，其实也只能看到一个维度，也就是说，二维生物只能看到前面的一条线。如果人类在二维空间里哪怕是画一条线，二维生物都无法越过那条线，因为二维空间里没有厚度的概念，它们不可能跳起来直接越过那条线。正因为如此，二维生命根本不可能有消化器官，因为这样的消化器官就相当于一条线，
可以直接把它们分成两半。说白了，二维生物就像是传说中的纸片人。那么，二维生物是如何生存的呢？即使它们不需要进食，但一定需要吸收能量吧？能量是如何进入到二维生物的身体里面的？由于二维生物没有厚度，哪怕是光子这种能量也不可能被它们吸收，因为光子也是有厚度的，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。这也是刚开始为什么我会说，即便存在低维空间和低维生物，它们的状态也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还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是这样描述二维空间的，用二向箔的形式来间接描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向低维世界扔下一个二向箔，实施降维打击。在降维打击下，我们的太阳系甚至整个宇宙都会被压缩成二维空间世界，所有的物质都会被完全压扁，最终变成没有厚度的一幅画，就像梵高的代表作《星月夜》那样。其实，刘慈欣对于二向箔和降维打击的描述是矛盾的，原因很简单，不要说整个太阳系了，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原子，也不可能被压缩成二维，因为二维意味着没有了厚度，或者说厚度无限小。这种情况下，一个原子被压缩成二维，面积也会无穷大。无穷大是什么概念？我们不知道，也无法理解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的三维世界真的被二向箔降维打击成二维世界，意味着连光子也没有了厚度，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存在呢？又怎么可能出现智慧物种呢？但科幻毕竟只是科幻，不能要求太严谨，不能完全用科学的严谨性要求科幻设想，否则就失去了科幻的初衷嘛。但这里毕竟是科普，还是要以科学的严谨性为主。所以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以为低维空间就很容易理解。事实上，低维空间与高维空间，比如说四维空间，同样无法理解。说白了，我们人类只能理解三维空间，其他维度的空间，不管是低维度还是高维度，我们都不可能理解。有人经常把蚂蚁比作是二维生物，其实在我们的三维世界里，别说是蚂蚁了，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细菌，都是三维生物。任何物体都存在三维空间里，而标识物体存在的过程就是时间。这也是为什么说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，三维空间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。三维空间与时间一起组成了四维时空，其实也是明可夫斯基时空。那么，除了从数学概念去理解四维空间，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去理解四维空间呢？确实有，我能想到的还有两种方式。第一，利用投影去理解四维空间。简单讲，低维世界就是高维世界的投影，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。比如说，一维空间是一条线，那么一条线的投影就是一个点，无限小的点，也就是零维。二维是一个面，一个面的投影就是一条线。我们三维世界的投影就应该是二维世界，任何三维物体的投影就是一个面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所在的三维世界就应该是四维世界的投影。但具体如何投影的，又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难题。我们通常说三维物体是立方体，那么四维空间里的物体就是超立方体。第二，利用移动的方式理解四维空间。简单讲，高维空间都是低维空间移动形成的。比如说，零维是一个点，一个点朝着某个方向移动，就会形成一条直线，也就是一维。而一维的一条线朝着某个维度移动，就会形成一个面，就是二维空间。而一个面朝着某个方向移动，就会形成我们的三维空间。同理，三维空间的移动自然会形成四维空间。但你也许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理解四维空间，最终都会遇到一个无法避免也无法解释的难题：三维空间到底该朝着哪个方向或者哪个维度移动呢？除了以上方式，网络上经常有人利用莫比乌斯环或者克莱因瓶理解四维空间。的确，这两样东西能在一定程度上放飞我们的思想，有助于我们间接理解四维空间。可以把我们所在的三维空间想象成一个莫比乌斯环，也就是说，在更大的尺度来讲，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平面上，只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太狭小了，根本无法感知到这样的平面。当我们在三维空间里穿梭时，
就相当于沿着莫比乌斯环在行走，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去。莫比乌斯环更容易理解，而且我们可以轻松制造出这种东西。而克莱因瓶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东西，也就是思想实验。如果我们往克莱因瓶里倒水，永远倒不满，倒进去的水会通过第4个空间维度再次流向注入口，如此无限循环。显然，这样的瓶子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。市场上虽然有卖克莱因瓶的，但其实所有的克莱因瓶与普通的瓶子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只是造型独特一点而已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更通俗的方式来间接理解4维空间。先拿3维空间与2维空间的对比去理解，如果存在2维空间，那么人类就相当于2维空间里面的神，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拎起任何2维生物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可以越过任何障碍。同理，4维空间里的生物在我们人类眼里同样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刚才也说了，在我们的3维世界里，人类看到的其实只是物体的一个面，也就是2维面，看不到物体的后面和整体，更看不到物体里面的东西。但是对于4维生物来讲，上面所说的一切都太简单了，他们能看到我们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内脏。即便你把自己锁在一个完全密闭的房子里，4维生物也能看到你，甚至能直接穿过密闭的墙壁，直接穿墙而过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而你对此毫不知情，根本发现不了4维生物的存在。是不是挺吓人的？以后被吓到了，不要怪我呀，呵呵，我只是假设，拓展大家的思维。如果觉得4维空间已经很神奇，很难想象，那么更高维度的空间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有一种理论，相信大家都听说过，弦理论。该理论又延伸出了很多不同的分支，比如说超弦理论、N 理论、模理论等。总的来讲，弦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拥有多达11个维度，除了我们所在的4个维度之外，也就是3维空间加上时间维度，还有7个维度。这些多余的维度在哪里呢？都卷曲的非常狭小的空间里，所谓的量子空间被压缩到极度小的尺度，只能以弦的形式存在。弦可以是开放的，也可以是封闭的。弦的尺度非常小，比已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要小。同时，微小的弦可以振动，振动形式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基本粒子。有科学家认为，弦理论是揭开宇宙未解之谜的终极理论，不但可以统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还可以揭示黑洞的本质。我们认为非常复杂烧脑的宇宙奥秘，一旦来到高维度空间，就显得非常简单了。这也是不少科学家如此执着研究弦理论的主要原因。在他们眼里，哪怕是升高一个维度，对世界本质的认知就会有质的飞跃。这种飞跃就像3维空间的我们很容易理解深度这个维度，但2维空间里面的生物打死也想不到深度这个概念。如果2维生物能来到3维空间，他们肯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：我真的是猪脑子，连深度这么简单的维度都想象不到。同理，如果未来某天人类能以某种方式前往4维空间，肯定会有着同样的感慨：人类也太笨了吧，第4个空间维度这么简单，甚至明明就在眼前，为什么就是想象不到呢？这或许就是高维度物对低维度的绝对碾压。从侧面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实，我们永远想象不到没有见过的事物。不要犟，你声称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事物，其实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原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